天玑1000 Plus 联发科旗舰级 SoC， 距离上一款搭载联发科旗舰 SoC 的手机发布已经大概过去了1020天。那款手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魅族 Pro 7系列。时隔2年多之后，联发科中间虽然也发布了什么 P70、G90、P90等等产品，但是呢都没有掀起什么大的波澜。直到19号。iQOO Z1 带着天玑的1000 Plus 来了啊！作为第一款娱乐兔可以超过50万分的联发科 SoC， 它能否挑战一下905G、骁龙865？能不能让我们说出一句 MTK Yes？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咱们手机处理器专题，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不要下次一定了啊！其实说到联发科啊，这个一盒有难九盒围观，怕是我们最深的印象。在之前的 SoC 表现之中呢，发哥虽然说是最早开启多核3重机架构的厂商，却并没有能够合理的利用多核的优势来稳住功耗和性能，反而是要么发热爆炸导致降频卡顿，要么就是一盒有难多核围观这个窘态，性能呢总是上不来。所以说物极必反啊，太多太少都不好。但是这并非表示多核3重机架构这个方向是错的。你看华为、高通，人家的很多处理器都表明这一点呢完全没有问题。好的技术要深度的调教才能够发挥出来。当然了，发哥嘛，肯定要逆潮流。这一次的天玑1000 Plus 也一改之前的堆核技术，反倒是只上了4个 2.6G 赫兹 A77 和4个 2.0G 赫兹的 A55大小核架构，支持 WiFi 6和双5G 待机。遗憾的是，它并不支持 LPDDR5。虽然 LPDDR4X 和 DDR5的体验上呢，日常区别并不大，但是也阻止了天玑1000 Plus 迈入顶级旗舰 SoC 的一个小坎儿吧。虽然核少了，但是跑分并不少。娱乐兔这边52万加 Geekbench 5单核769，多核2876。作为售价在2000元档位的 SoC， 这个表现绝对是越级的存在，远超了终端这两个820 40万分左右的成绩。在顶级旗舰中和990 5G 和865也能打个来回。读取方面呢，由于联发科的官网并没有标注 UFS 的标准，所以根据它不标肯定就不高的定律，我们推测天玑1000 Plus 不支持 UFS 3.0 的概率比较高。目前搭载天玑1000系列的2款手机也都是 UFS 2.1， 不过对于 iQOO Z1 的售价而言啊， 3.0 要求确实有些高了。但是在实测方面呢， iQOO Z1 的随机写入和读取表现都非常离谱啊，几乎碰到了 UFS 2.1 的理论速度，随机读取和写入甚至都超过了一些 UFS 3.0 的手机，这个成绩确实有些变态。而在对读取有压力的小白测评新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上，没错，我们最近也更新了20款应用的测试内容啊，加强了测试压力。在新的标准下呢， iQOO Z1 128秒的成绩表现不错，甚至要优于 3.1 的 iQOO Neo 3。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对于机器的软硬件综合优化呢，还是有一些压力的。我们把2020年的所有发布的新机，按照我们的新的标准全部都进行了重测啊！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查看数据库，来看一下新的榜单如何。GPU 上1000 Plus 搭载的是836兆赫兹的马力 G77 MC9， 3D Mark 2个模式下的跑分都要略超过990 5G， 和骁龙865还是有一些差距。为了彻底对比实际表现，我们也搬出了视频转码压力测试和 GFX Bench， 选择的机型分别是价差没有那么大的红米 K30 Pro 和荣耀30 Pro 2款性价比旗舰。视频转码上 2.6G 和 4K 视频我们转成 H264 的 1080p 视频。天玑1000 Plus 总共耗时4分04秒，要落后865的2分56秒和麒麟的3分25秒。这个表现让我们有些意外啊，后面我们再说。在 GFX 连续压力测试下，骁龙865表现最佳，990 5G 和天玑1000 Plus 可以说互有胜负，差距并大。这个压力测试上3款手机的发热都很严重，可能会导致降频，发挥不出全部实力，所以我们又单独进行了3项针对 GPU 的离屏渲染测试。骁龙和麒麟的表现和之前基本一致啊，但是天玑1000 Plus 的跑分进步不小，可以说反超了990 5G 一线。但是这也证明了它在持续压力测试之中确实有过热降频的问题出现，否则也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么大的幅度变化。问题来了 ，GFX 的跑分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天玑1000 Plus 依然有着严重的发热问题呢？那咱们实际游戏压力测试走起。测试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特别说一下啊，这个后面的测试呢应该叫做越级测试啊，因为我们把1000 Plus 呢放在了顶级旗舰 SoC 这个阵营之中。但是现在的市场实际情况是，你只需要花2000元档位就可以买到 iQOO的Z1，大家要辩证的看待这次测试的结果。
室内温度25.2摄氏度的房间，亮度统一为300尼特。为了控制发热的变量 ，iQOO Z1 刷新率设置为60赫兹，统一在 HDR 高清加60帧的合并精英中进行观战测试。这种情况下呢，发热表现就受限于2个问题，一个是机身的散热水平，一个就是 SOC 自身的发热表现。在第一个20分钟里 ，iQOO Z1 就超过了另外2款手机，正面呢43.6摄氏度，背面44.6摄氏度，而100分钟的极限压力测试之中 ，iQOO Z1 的峰值到了48摄氏度，与其他2款呢有近4度的差距。当然，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是极限压力测试，日常中极少出现。我们甚至一度认为这测温枪是不是有点问题，并进行了独立测试和人体测试，也就是直接上手摸，确实要更热一些。而 GFX 连续测试下 iQOO Z1 的温度也能达到48摄氏度的水平，所以 GFX 独立测试下天玑1000 Plus 的跑分变化确实是因为过热降频的问题，起码比另外2款要严重一些。当然，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这是天玑1000 Plus 的首发测试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 Z1 和天玑1000 Plus 后期的所有实际表现。我们询问了一下 iQOO 方面啊，他们对于 Z1 的这个后续优化呢，还有着持续更新，我们也是比较期待。虽然 Z1 内部使用了大量的散热结构，但是纯塑料的边框和机身还是隔绝了热量快速导出到机身的外部，最终只能在内部堆积，导致了过热的问题。和红米和荣耀这2台机器相比，首发搭载天玑1000 Plus 的 Z1 在材料上确实更加吃亏一些。再回过头来看前面的这个视频转码测试啊，天玑1000 Plus 的表现呢，会是受到了发热的影响。实际的游戏帧率表现上，王者荣耀肯定是全被压力，和平精英平均58帧和红米 K30 Pro、荣耀30 Pro 有一些差距，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在发热降频上。在游戏后期，帧率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和下降，上个冰封背夹应该是个好办法。大型的游戏方舟生存进化上 ，iQOO Z1 也可以平均达到26帧的好成绩，和30 Pro 表现相当，但是波动要更大一些，达到了17帧几乎是荣耀的2倍。从帧率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出，天玑1000 Plus 的前期还是可以稳定在30帧左右的，表现要优于90 5G， 性能表现其实很好。但是后半段呢，出现了和和平精英一样的问题，明显是过热降频了。而发热这个问题多少也限制了一些 Z1 的续航表现。在我们控制变量的100分钟和平精英测试下 ，iQOO Z1 耗电38%，换算下来实际耗电量1710毫安时，相比于红米和荣耀的2台机器高出了400毫安时左右，要差一些。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72%，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36%，现阶段表现并不是太好。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次说明 ，Z1 和天玑1000 Plus 也才刚刚上市，目前的表现还有着不小的优化空间，希望 iQOO 和联发科能够尽快优化，拿出更好的成绩。总结，单纯的考虑性能，天玑1000 Plus 的表现可谓是咸鱼翻身。虽然和骁龙865相比还是有不少的差距，但是几乎追平了麒麟990 5G 的表现。放弃了多核3重机架构的联发科，多少算是明白了这个参数的胜利并不是重要的，用户最终选择的还是体验。而目前的发热和功耗表现呢，多少和刚刚上市以及 Z1 的全塑料机身呢有一些关联。相信如果有一趟非常好的，比如说4000元档位旗舰的这个散热结构，表现会再提升不少。它有双门5G。最高支持144赫兹的高刷，但是基于之前发哥的一些历史表现，用户和厂商们现阶段愿意接受联发科处理器的程度，照麒麟和骁龙还有不少的路要走其实从这次 Z1 的价格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个 iQOO 呢现在感觉就是城墙外的这个野蛮人，又是 Neo 3，又是 Z1，本来荣耀和红米打得正酣的，突然杀出来这一位，本来旗舰级的1000 Plus 直接放在了2000元档位卖，什么塑料机身 UFS 2.1转子马达，在2198的售价面前全部摧枯拉朽，只要价格到位，哪有什么配置不齐？不过讲真啊，这台机器确实有一点偏科，也可能是1000 Plus 在这个价位段卖成本确实有点高不过发哥入场后面肯定会越来越精彩，或许发哥会成为今年的价格屠龙勇士，因为价格永远都是真香的第一步。回到开头我们提出的问题，能不能说一句 MTK Yes 呢？如果把它放在旗舰的档位段之中，当然它现在还没有旗舰级的这个机器我觉得这句 Yes 呢喊着有点虚，但是如果放在2000元档位，那肯定是弹幕打出来就可以了。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已经全面更新包括 Z1 的已经发布的这些机器全部都已经更新完毕了，还有我们的商城也在里边。播个完整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